晚间好，欢迎回来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好听故事吧。这是一栋平常无奇的办公大楼，坐落在城市中心繁忙的商业区。大楼的外观光鲜亮丽，内部却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。标准的白领工作环境，宽敞的开放式办公室，整洁明亮的会议室，还有那间位于走廊尽头的不起眼的厕所。我叫林辉，是这栋大楼的一名普通职员。每天的工作大同小异，早上忙着处理文件和会议，下午则沉浸在无尽的报表与数据中。然而，最近几周，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压力，仿佛有某种东西在暗中潜伏，慢慢靠近我，却又无法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。这一切的源头起始于一次平常的如厕经历。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忙到快中午时感到内急，便起身走向走廊尽头的厕所。这间厕所我已经用了多年，平时都干净整洁，但当我推开门的瞬间，异样的压迫感骤然袭来。昏黄的灯光微微闪烁，像是电流不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霉味，这是我从未闻过的。厕所里异常安静，只有天花板的通风系统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这种静默让我全身不自在，心底的不安开始悄然滋长。我站在镜子前，望着自己苍白的倒影，感觉寒意顺着脊椎蔓延。我想快点解决问题，于是迅速走进一间隔间。关上门的瞬间，我觉得自己与外界隔绝了，隔间里的空气似乎变得愈发浓稠，让我倍感压抑。突然，我听见一阵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那声音缓慢而沉重，仿佛有人穿着厚重的皮鞋，毫无掩饰地走进厕所。这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场景，毕竟这是一间公共厕所。但不知为何，这脚步声让我感到异常不安。我低下头，透过隔间门的缝隙朝外看去，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影子。脚步声在门外徘徊，逐渐接近我所在的隔间。我屏住呼吸，静静聆听，脚步声停在了我的隔间前。整个厕所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，我感到汗水顺着额头滑落，心跳声变得异常清晰。就这样，我与外面的某种东西僵持着，时间仿佛静止。几分钟后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是慢慢离开的声音，直到最终消失在厕所外。我感到全身的力气被抽乾，几乎无法动弹。过了一会，我才敢从隔间走出，匆匆洗了手，逃回了办公室。脑海中浮现的只是那不安的感觉，无法专注于工作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对那间厕所产生难以言表的恐惧。尽管我试图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过度疲劳，甚至想过也许是自己听错了，但那种不安依然挥之不去。几天后，我在茶水间听到几位同事谈起厕所里的一些怪事。有人抱怨灯光总是忽明忽暗，甚至有人说偶尔能听到不知名的声音。我忍不住加入了话题，问他们是否也遇到过脚步声，结果他们都摇头，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倒霉。虽然他们的语气中带着笑意，但我知道这件事并不简单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事情变得愈发诡异。有一天，我加班到深夜，整个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人。昏暗的灯光照射下，四周显得格外空荡与寂静。疲惫让我感到头昏脑胀，内心纠结着是否应该去厕所洗把脸提神，但某种警觉却在提醒我远离那儿。然而，生理需求最终战胜了理智。我带着忐忑的心情朝厕所走去。走廊的灯光突然熄灭了一瞬，厕所门口的阴影似乎变得更加深邃。当我推开门，冰冷的气流瞬间包围了我。这次的灯光比平时更微弱，映射在镜子上的我显得苍白而模糊。我站在洗手台前，双手撑在台面上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冷水扑在脸上时，我感到一丝清醒，但当我抬起头看向镜子时，心中一阵巨大的恐惧瞬间吞噬了我。镜子里，我的背后出现了一个模糊的黑影，他低着头，静静无声。我下意识地转过身，然而什么也没有，空无一人。心中恐惧不断蔓延，我再一次看向镜子，那黑影还在，这次他的头慢慢抬起。我感到一阵无以名状的寒意涌上心头，想要逃离，但双腿却如灌铅般沉重，无法动弹。黑影的脸笼罩在浓厚的黑雾中，无法看清五官，
只能隐约看到2点微弱的光芒，像是眼睛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将被吞噬的瞬间，身后的门突然砰的一声打开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外面闯了进来。我猛然回神，拔腿就跑，冲出了厕所，狂奔回到办公桌前。我颤抖着收拾好东西，几乎像逃命般离开了大楼。那一夜，我彻夜难眠，脑海中浮现的全是那个黑影的身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试图向同事们打听更多关于这栋大楼的事情，偶尔听到一些关于大楼建造时发生意外的传闻，说是好几个工人在施工过程中不幸遇难。还有人提到，这间大楼曾经有一名员工在厕所猝死，但具体原因并未公开，案件最终被警方草草结案。我开始怀疑，那些在厕所徘徊的黑影，是否就是这些逝去的灵魂？即使有这样的猜测，我依然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存在，甚至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只是被疲惫和压力逼得精神恍惚。几天后，我终于无法承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，决定辞职。我的上司对我的决定虽有些惊讶，却并未多问，或许他也注意到了我的状态异常。我以为离开那栋大楼，一切都将结束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尽管我已辞职，远离了那间诡异的厕所，但夜晚的梦境却比现实更加恐怖。我频频梦见自己回到那间厕所，走廊里的灯光闪烁不定，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总是在我身后，无论我怎么逃避，脚步声总是追随着我。某个夜晚，我无意中接到了一个来自前公司的电话，通知我需要处理一份关于我的重要事项。我犹豫了许久，最后决定亲自去大楼，试图结束这一切。当我站在大楼门口时，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与期待。内心的挣扎让我几乎无法按捺住那种想要逃跑的冲动，但理智告诉我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必须面对。走进大楼，熟悉的环境瞬间涌入我的脑海，白领们忙碌的身影，会议室里传来的谈话声，还有那条通往厕所的走廊，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。然而，当我走向厕所时，心中的不安却愈演愈烈。推开那扇门，冷风再次袭来，整个厕所显得愈发阴暗。灯光在微弱的闪烁中，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的味道，令我感到窒息。站在镜子前，我的心跳加速，脑海中的黑影再次浮现。他似乎在嘲笑我，等待着我最终的选择。我闭上眼睛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然而，恍惚之间，我却听见那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慢慢逼近。我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，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。我转过身，黑影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他低着头，面孔隐藏在浓厚的黑雾中，只有那双幽暗的眼睛闪烁着微弱的光。你终于来了。他的声音如同低沉的耳语，瞬间穿透了我的内心。我感到一阵绝望，想要逃跑，但双腿仿佛被定住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动弹。黑影慢慢向我逼近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我的替代品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”就在我以为自己会被吞没的瞬间，我的意识猛然清醒，强烈的求生欲望让我挣扎着逃出厕所。我冲向门口，头也不回地奔向走廊，心中那股恐惧达到了顶点。我飞快地跑下楼梯，穿越大楼，最终冲出了大门。冷风刺面，仿佛一瞬间将我从噩梦中唤醒。我大口喘息，惊恐地回望那栋大楼，脑海中仍然浮现出黑影的身影。这一切仿佛是一场梦，但梦魇的感觉依然在我心中缠绕。我决定彻底告别那份工作，也许这才是我逃离恐惧的最佳选择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。虽然生活逐渐恢复正常，但我知道那个黑影永远不会消失，随时准备着将我拖入黑暗的深渊。在每个黑夜降临之时，我依然会梦见那个黑影在我身边低语，等待着我的回应。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些无法言说的恐惧，而当我们触及未知时，这些恐惧将会在某个时刻爆发，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噩梦。也许那个黑影永远在我的记忆深处，等待着下一个机会，取代我，成为另一个迷失在办公室的幽魂。